大家好，今天呢为大家分享高血压这个主题。那我相信这个病呢大家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但我还是遇到过这样的病人，已经确诊为高血压了，但觉得自己没什么症状，所以呢在控制血压方面呢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那也有这样的病人啊，今天口服降压药，血压恢复正常了明天就觉得自己不用吃药了，等诸如此类的情况我觉得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血压的认识还是欠缺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觉得血压就只是一个数值，可能我们会知道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导致某些并发症，比如说心血管的疾病，比如说肾脏的疾病，脑血管的疾病等等，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导致。然后我们还知道高血压是一个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但是还是始终是一知半解的状态。所以呢我想做几个视频分享一下关于高血压各个方面的一些知识。我想科普的目的呢不只是学习知识，而是让我们能够主动的有意识的去管理我们自己的健康。我目前打算呢做3个关于高血压的视频。那第一个视频就是这个视频，我会讲到底什么是血压，我们为什么需要血压。通过了解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长期的高血压会引起那些所谓的并发症。那第2个视频我会讲，因为高血压又叫做 silent killer， 那就是它是沉默的杀手。那这种情况下，我什么的情况下需要担心我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我如何去诊断高血压？在家里面如何自己去监测高血压？那第3个视频呢，我会分享我现在已经确诊高血压了，我有哪些选择呢？如果我想尝试生活习惯的改变，哪些生活习惯改变能够最帮助我降低血压呢？所以目前呢，我是打算做这3个视频。那第一个视频，我们首先来讲到底什么是血压呢？那如果要谈到血压，就要谈到我们人体的整个循环系统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水管系统。水管里的水就是我们血管里面的血液。那这样的水，这样的血通过我们的血管的时候产生的对血管壁的这个压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血压。如果要谈到血压，我们就会谈到我们人体的整个循环系统。那这个如果我口述的话，大家会觉得已经不想听下去了，所以我会用画图的方式来给大家大概讲解一下我们的循环系统。那我先讲一下血压的概念，其实就是血液通过我们的血管产生的对血管壁的这个压力，就是我们的血压。那其实它是保证我们每个器官的灌注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因为有这个压力的存在，我们的心脏收缩之后射出的血液才可以不断的推动这个血液向前，通过我们每个组织把氧气和营养物质带到我们每个组织。废话不多说，那我们马上通过画图的方式来让大家对循环系统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下面呢，我通过这个 APP 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循环系统当然不用害怕，我们不会对着这个讲，因为太复杂了，我们大致展示一下。那红色呢就是我们的动脉，那这个就是我们心脏，心脏收缩射血到动脉呢，就供应我们全身各个组织。然后静脉系统呢还没有显这个蓝色的是静脉系统，那它会回收所有的血返回我们的心脏。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循环系统。那其实我们用这个图就可以表示了。那因为我画画水平特别不行，所以说呢我用了几张图，我们在这里也不追求细节，主要是让大家有个大概的一个认识。那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更重要的是左心室。那我们左心室收缩射血到主动脉，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这个动脉。主动脉呢这个血液呢就会通过主动脉的各个分支去供应我们每一个组织，把氧气和营养物质带给我们每个组织那我们大概画一下它的一个走向。那主动脉，这个主动脉出来之后呢，这个是供应我们的上肢，然后呢这个是供应我们的大脑，然后呢主动脉在心脏这个后边会有降主动脉，然后到副主动脉，这个是副主动脉，然后也可以到达我们的肾，然后呢到达我们的下肢，把氧气带给我们的组织和器官，同时也回收二氧化碳和废物，那就回到我们的静脉血，蓝色的。那所有的静脉血呢都从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一起回到我们的右心房，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肺进行气体交换，然后又回到左心，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血压的存在的重要性。所以通过大致了解我们的循环系统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人体需要正常的血压来推动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从而到达我们的组织器官，给它们供应氧气和营养成分。所以这是我们血压存在的目的。那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低血压会怎么样？
就比如说失血性休克，那这样的病人呢，需要抢救的时候，除了基本的补液，就是液体复苏之外呢，有时候会直接使用升压药物来升高我们的血压，尤其是增加我们脑部的一个血流灌注。那如果说长期的高血压会产生什么危害呢？其实还是跟这些终末器官，也就是我们血液送到的这些组织和器官相关的这些危害。那下面我们还是通过图来更容易解释一点。那长期的高血压呢，是心梗、脑梗的危险因素。那梗呢，其实就是梗死、缺血的意思。那其实也可以导致出血性的脑卒中。那这些都是为什么呢？其实啊，长期的高血压可以对我们动脉壁产生损伤。我们先画一个动脉壁。那动脉壁损伤一种可以体现为它变得薄弱，薄弱之后呢，这里面的压力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就可以形成一个膨出，这个其实呢就是动脉瘤。那动脉瘤它不是一个肿瘤，而是动脉呢形成的一个膨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一块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它可以破裂出血。出血如果发生在脑的话，出血就可以导致我们一个出血性脑卒中。那另一种动脉壁的损伤呢，可以体现为损伤的这个动脉壁啊，它可以吸引血液当中的胆固醇、脂肪还有钙都在这儿堆积形成一个斑块 plaque。那这个斑块呢，就是我们俗称的中样硬化斑块。那这个斑块呢，如果常年堆积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的管腔非常狭窄，而影响我们的血流在这一块流动。那长此以往的话，可能会形成血栓，因为血细胞都堵在这儿了。那更长此以往的话，都会对我们的终末器官造成一个缺血。那如果这是发生在心脏的话，就是我们的冠心病，那可以导致心绞痛，甚至心肌缺血梗死。如果发生在脑子的话，就是一个缺血性脑卒中，那也可以发生在肾脏。那还有一种非常常见的高血压的并发症，高血压早期就有可能出现，就是左心室的一个肥厚。那这个机制有非常多，作为病人呢，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高血压呢就好比我们举了一个非常重的哑铃，那我们在长期的这种高压状态下，我们的肌肉就会变大来代偿，来克服这个哑铃的重量，所以我们的左心室会变得非常肥厚，这是一个代偿机制。但是因为这样的心肌细胞都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肥厚，所以它会缺血，它会纤维化，我们的营养并跟不上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的肥厚，所以长此以往，我们那个哑铃啊，它就会举不动了，这时候就会发生心衰。所以这些都是长期的高血压可能引发的并发症。那长期高血压引起的并发症呢，我们可以做下总结。那在心脏的话，它可以导致左心室的肥厚，长此以往呢，可以导致慢性的心衰，还可以导致缺血性的心脏病，其实就是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那在脑呢，它可以导致缺血性的脑卒中，也可以导致脑内的一个出血。那在肾呢，它可以导致高血压性的一个肾硬化，其实就是肾小球硬化。这种情况长此以往可能导致一个肾衰。那还可以导致外周血管性疾病，其实呢就是下肢大动脉的一个狭窄，导致下肢的一个缺血，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动脉壁受到破坏之后形成的斑块。那它如果在下肢动脉形成这样的斑块呢，会导致慢性的下肢的一个缺血，就是外周血管性疾病。那还可以导致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因为视网膜上也有动脉，也有视网膜中央动脉，那它如果狭窄了的话，那就可以导致缺血性视网膜疾病，还可以出血性视网膜疾病。所以说这就是我们长期高血压的并发症。那一般确诊为高血压之后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初始评估，一方面呢是评估我们这些终末器官有没有发生损害，另一方面呢是评估我们其他的一些心血管危险因素，因为高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血管因素，但其他的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脂，所以如果这些都存在的话，我们都是要进行干预的。所以我们同时会查血糖，会查血脂。那同时终末器官的损伤呢，比如说刚刚说的心脏的损伤，我们可能会查一个心电图，它也可以看到有没有左心室的一个肥厚。那肾脏的损伤，我们可能需要查血生化检查，看一下我们的肌酐尿素氮，也就是 BUN 和肌酐的一个比值。那还可以进行尿液检查，看有没有蛋白尿。这些东西呢，都是来评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并发症，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它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所以呢，这就是第一个视频的分享。我相信这个内容呢，听上去呢会显得有些无聊因为涉及的知识性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呢，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理解呢，能够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高血压为什么会有那些并发症，从而能引起我们对这个疾病的重视，能够更主动的、更积极的、更有意识的去管理我们自己的血压。
不再让这个隐形杀手来伤害我们的身体。好，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